Hello，大家好，今天我又邀请来我们的老朋友安妮老师，大家欢对，迎。真的是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妮。然后今对对天我对，收集来学生就是常犯的10个错误，就是在我的嗯，课堂里边，就是我的学生就是经常犯这些小错误，对，我会把这些错误都拿出来，然后我跟安妮老师一边看这些错误，一起讨论一下，看看是不是你的学生也常犯这些错误，还有聊一聊为好，什么他们会犯这些错误啊。好，我行，觉得这个有意思，这个有意思。我估计应该也差不多，对吧？差不估计都是多是。差不多。对对，对啊，那我们直奔主题啊！我现在分享我的好，屏幕啊，就是我感觉有点儿考试的感觉。对，你在给我考试。所以10个中文常见错误，第一题就是他决定结婚，Tom，这个真的是常见的常见的是不是？错误。啊对对，这个太常见了。你要我直接说答案，还是你要直我怎接说就么做什么呀？行啊。如果要是结婚的话，应该嗯，是跟谁谁谁结婚，或者和谁谁谁结婚。对对，就有好多学生可能直接就从英语翻译过来了，对吧？就是英语说对，啊，to marry Tom 啊，这样。嗯，然后对，我觉得就是有时候要 think in Chinese，就是从中文的角度去想啊，所以嗯，结婚呐、离婚呐、都是要用这个。见面，对，见见面面也是常见的，对，，A 跟 常见的。B，A 和 B 结婚、离婚啊，见面，对啊，对对，所以就是他决嗯。定跟 Tom 结婚，对对，吧？那嗯，我也给出2个其他的，就是如果我们用这个女生就是跟男生 marry 的话，我们也可以用嫁给，对吧？如果主语是这个啊，女生啊，女人，对，女人嫁给一个男人。对啊，嗯，但反过来就不是了。如果男人在前面的话，就是决对定娶她啊。对，你要给他们解释这个“娶”的这个意思吗？就是对吧？对啊，你觉得这个意思会有那种重男轻女的感觉吗？还是我觉得会，我你是觉得会的，因为这个嫁和娶都是跟中国文化有关系的，我一般都会说一句，来，你要安妮怎么讲？老师讲一讲啊，如果我是你的学生，你怎么给我讲？为什么老师为什么这个她就是嫁给男生，但是男生娶女生啊？我觉得特别是这个“娶”，我一定要说一下，因为这个嗯汉字“娶”嘛，是嗯上边的那个也是“娶”，就是到一个地方，然嗯后拿一个东西回来，就是这个叫嗯，“娶”，对吧？所以，对，比如我要是洗这个衣服，我去一个嗯干洗店，然后我说，哎，那嗯个就是第二天，我会去这个干洗店把我的衣服取回来。所以嗯呢，就是嗯这个“取”，就是到一个地方把一个嗯东西或者一个人。一嗯，般都不会说一个人，对吧？一般都是对，说一个东西，对。取然后呢，快递对吧？对，取快递、取钱、取钱，在取钱，银行里边嗯，取钱，对。对，所以呢，你说到一个别人的家里把他的女儿拿回来的感觉，对，因为取感是吧？觉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的，就是属于你的，然后你要去取啊，有一点嗯。有点冷血的感觉，对吧？就是我是觉得你知嗯道吗？这个汉嗯字特别有意思，就是汉嗯，字它代表了很多的中国的文化，所以对，我觉得就是怎嗯么说呢？你学这个汉字的时候，其嗯实它能够让你更了解一些这个中嗯。国人的一些传统的想法，我对觉得对对对，是这样的。对，能了解一些中国的文化，毕竟啊，我觉得中国也是从重男轻女的那个时代，慢慢的发展到现在这个男女平等的这样的社会。以前的一些想对法，我们虽对然不支持，但是这是以前的一个事实，对吧？啊，它对对，会反映在我们的文字里边。比如对。有的学生问我，为什么，你说爸爸妈妈的时候必须把爸爸放在妈妈前面，对吧？啊。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爷爷奶奶为什么？就是习惯了，对，习对惯了这个，对吧？对，嗯，现在我们并不是说啊，我们一定要这个把文字都改过来，然后去做好真正的男女平等，就是这个语言习惯就是这个这样继承下来了，我们就是就是说的时候会感到很自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对吧？对，啊，这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习嗯，惯，就对，是一没有那个习惯。种我们对女性不尊重，
就是语言习惯而已啊。对，这个绝对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结婚呢，嫁和娶啊，我也是会经常在我的课里边会说到这个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一个老师在我们犯错误的时候要在线的，能够及时的给我们纠正过来，在10次20次的纠正你。对，就是不断的纠正。在 italki 就可以找到这个真人的母语者的老师，能够帮助我们去就是纠正给我们改错，而且能给我们详细的解释我们到底错在哪里。我非常推荐大家试一试 italki， 它是一个在线语言学习平台，你可以直接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母语老师进行1对1的个性化学习。在 italki 上，你可以通过和母语者进行真实对话来提高听力和口语能力，还能获得老师实时的反馈和指导。这种充满鼓励的练习环境能迅速帮助你提升口语自信。通过 italki， 你可以轻松找到符合自己水平、兴趣和需求的老师。你甚至可以选择会说你母语的老师，让学习过程更加轻松顺畅。我是笨老师，我从2016年开始就在 italki 上教授中文了。到目前为止，我已经上了4000多节课，见证了许多学生从完全不会说中文到能够自信地进行日常交流，甚至在中国生活和工作。对我来说，这是1对1语言学习最有价值的地方，真实的交流、持续的反馈以及看得见的进步。哎，老师你知道吗？我常常说我妈妈我爱你等等，是我常常说我妈妈，还是我常常对我的妈妈说呢？我常常对我妈妈说我爱你是吗？但是在中国，我们一般不是非常的直接的对爸爸妈妈说我爱你那你们怎么跟爸爸妈妈表达爱呢？一般不太直接说出来，就是会做一些事情，比如给他们做饭呢，给他们买礼物啊，或者常常去看他们，来表达，用行动来表达我们的感情。如果你一直觉得自己学了很多中文，却还是不敢开口说，那我真的建议你在 italki 找一位老师进行1对1练习。真实聊天带来的进步速度，往往比单纯背单词和做练习快得多。除此之外， italki 的学习方式非常灵活，你不需要购买昂贵的长期订阅，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预算自由安排课程。记得点击下方简介中的链接，开启你的语言学习之旅。记得使用我的专属优惠码 Chinese with Ben， 首次充值$10即可减免$5，用于购买第1节课程。优惠仅限前50位用户，感兴趣的话一定不要错过。好现在第2题来了我喜欢说关于中国菜。你能明白这句话的为什么学生犯这个错误吗？直接从英语翻译过来了，对吧？对，应该是这样的感觉，就别扭，对吧？听起来特别的别扭对，我是这么改的就是如果是比较口语的，我会用聊口语的话题，对吧？我喜欢聊天气，聊中国菜。但如果是比较正式一点的，比较大一点的话题，我可能会用谈论喜欢跟朋友谈论历史和文学。讨论。那我说那个讨论就更正式了，对吧？对，感觉讨论更正式一点了，讨论工作什么的。讨论就感觉好像我们要认真的坐下来，然后好像要开个会，对吧？要讨论一下。对，讨论这个在会议上讨论一些什么事情。对，决定。那就等于我们在这种情况，我们一般不用这个关语了。一般不会就是放在这个跟说话有关的动词的后面对，你知道我有一个，我也发现我有好多学生，他们就是这个关语，他不知道怎么用。就是很多人他水平比较高，然后呢，这个关语我感觉它其实是一个挺简单的一个词，但是很多的人都会用错。对，特别是我觉得可能跟翻译有关系的。这个电影是关于什么关于什么故事或者这本书关于什么？今天开会关于什么？对吧？对，是的，对，比如像我学生，他说，哎，我昨天看了一个电影，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这个电影是关于什么的？就是这样的话就会更简单一些。下一个，
我问我老公给我$500。这个也是绝对是一个常见的错误。我觉得学生太爱用问了，特别初学者，对吧？对，我也是无数次的改。那你对，改的时候你怎么纠正他们啊？就是这个是问和让的一个区别嘛，对吧？我跟他们说问你必须问一个问题，你要问的话，你要把那个问题甩出来啊，不能。对，就是我问他什么什么，然后后边直接加上一个问题。对。但是呢，如果你是这种情况是我让一个人做什么事情，那这个就是只能是用让。对，然后我就是因为这个错误，我还专门做了一些视频，就是用这个让。对，刚好安妮老师说出来了，那我就给大家2个例子啊。问就是我问我老公啊有没有$500啊，有还是没有，这是一个问题，对吧？那我可以问。但是如果不是一个问题，就是我希望他给我$500，那我让他啊给我$500，我让我老公给我$500啊。所以 ask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是让啊，不要用问。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多的这个语法的错误，就是常见的语法错误，其实一个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直接它会从另外的语言翻译过来中文。对，因为这个就是它就是英语嘛，就是都是 ask，所以呢，就是如果你要是问。这个就是问后边的是一个问题，但是呢，这个我们说让一个人做什么事情，那你就是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让叫或者使也是更正式的。对啊，有时候可能太着急说出来，然后就直接翻译过来啊，但是说出来听的人会觉得啊很别扭。对。那刚才这个我们也提到了，对吧？一样的啊，我昨天见面了我的朋友，这个安妮老师刚才也提到了啊，然后那我们就直接改吧。昨天我跟我的朋友见了面也可以，对吧？和跟都可以啊，或者直接你就可以说昨天我见了我的朋友。好，那我们直接跳到下一题。我希望我的中文越来越进步。我觉得这个有好多各种各样形式的错误啊，对，各种各样形式的，这是其中的一种。如果用越来越呢？如果我们就是决定要保留越来越的话，怎么改？越来越的话，那就后边加上一个形容词。对，这是进步是动词，对吧？除非你这个动词是表达你的那个就是情绪的，越来越喜欢，越来越恨啊，越来越讨厌。可以，但是越来越讨厌。如果它不是这种情绪的动词的话，那就不行。你不可以说越来越吃，越来越喝，越来越玩。就进步就是你不可以把动词放在这儿，对吧？那我们改一个简单的形容词吧，比如说可以，我希望我的中文越来越……那越来越好，越来越流利，对吗？你看，说中了，贝尼。啊。你看，这个就是说为什么要那个用中文思考，对吧？直接就是母语者就想到用这2个形容词啊。对，而且主要是咱俩这个听这个学生错误太多了，估计都是同样的这个改的。对啊，很默契啊。或者如果你可以说越来越高的话，那只能说那个水平，对吧？我希望我的中文水平越来越高啊。如果你一定要用进步的话，就是可以说我希望我的中文进步的怎么样？进步的越来越快，或者说的越来越流利啊。我的中文说的越来越流利。每次我们问学生你有什么学习目标，学生总会说这个答案，对吧？对，所以我们就习惯了。而且你知道，我觉得另外的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我好多学生他会说，我希望进步我的中文啊，对。这是你每个学生第一次见面，如果他会说中文的，他一定会说这个错误。对，真的，我希望进步我的中文。我说不行，一定是我希望提高我的中文水平啊，提高我的中文水平。对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刚才看到你这个，我马上就想到用那个提高嘛。对，就是一个常见的另外的一个错误。对，好，第6个啊，我把一杯酒喝了。喝醉的时候我也这样说。就是有时候可能学了把字句的学生会有一点过度的用把，学生好像在任何时候都想要用一用这个把，但是那个把用出来有的时候是不合适的啊，感觉是
硬要去用这个结构的感觉。对，其实这个把也是一个挺难的一个事儿，就是你给他这个结构，然后他还是会觉得，哎，就是对，像你说的过度的用，然后有的是他不知道怎么用，不知道什么时候用，或者是用的不太合适。对，为什么我们要用把？就是它用它的语境是什么，它的功能是什么啊？所以这个把一般2种情况，第一就是像安妮老师说的，他强调了一个结果的变化，对吧？之前你没有喝完这杯酒，现在你喝完了啊，所以有一个结果的变化，对吧？啊，你再喝这杯酒啊，现在喝完了，有一个变化啊。还有就是第一种情况，你把这杯酒喝了啊，这个是我是告诉别人你要怎么处置这个东西啊，所以把这杯酒怎么处置呢？你把它喝了啊，或者你把这杯酒倒了，因为这杯酒里边有虫子啊，你不可以喝了，你应该倒了它啊，或者你把这杯酒倒回瓶子里，明天再喝，就是强调怎么处置，对吧？我刚才看到你这个句子的话，我第一个感觉我是觉得它这个语法问题是没有的，就是你要是说我把一杯酒喝了，但是这个感觉就有点奇怪，就是我感觉日常生活中就是我喝一杯酒，就是很正常的语序，就是因为它不是让你处置某一杯酒，只是你随意的我喝了一杯酒，对吧？这个没有没有任何想要强调怎么处置，或者没有一个结果的变化，就是你今天做了一件事儿啊，所以我觉得一杯酒我们不太用把，就是我喝了一杯酒，喝了2杯酒，对，或者是你的这个结果，比如我说我把这杯酒喝完了啊，我把这杯酒都喝完了，就是有点这个有一点点强调的这个意思。对，就是大家语法的话，那个结构肯定大家都能填对，但是可能要想一想这个语境，对吧？你为什么要用把字句？可能是像安妮老师说的命令，对吧？你把这碗饭吃了，这个过了一会儿呢，这个妈妈回来了，孩子要交差，对吧？孩子告诉妈妈说啊，我已经把这碗饭吃了，已经把这碗饭吃完了，就是有一个交代啊，按你的要求处置好了，对吧？啊，但是你要看这个，根据这语法，这句子又没啥问题。是的。就语法是一方面，但是你那个交流的功能，对吧？你使用某一个结构的功能是什么，还要想一想，思考一下。所以我觉得就是学完这个把，我就是建议大家多听这个视频，多听别人是怎么说的啊，什么时候用的。就是他用的时候，你思考一下，为什么他这个句子他就用了把啊？为什么那个句子就没用啊？就还是要每次遇到还是再好好想一想啊。好，下一个，我明年要去在巴黎旅游啊。你学生有这个问题吗？常见，你这些都太常见了。怎么这么准？一个太准了。对，因为我做这期的时候，就是学生犯了这个错误，我就写下来，然后就是要做这期主题。对啊，一看，哇塞，这个学生一看你这个视频，怎么都是我说的错误？就是太多人说去在，我觉得很多人加在可能想的是那个 go to， 然后就把那个 to 翻译成在了，也是不对的啊。所以在这边我们就是把在拿掉啊。所以就是这个像这种情况呢，这个我是解释的，一般都是说去就是它去和来更多的表示一个方向，我是这样的，我觉得比较好理解，对吧？就是你去一个地方，然后做什么事情。在的话，我觉得就是你做一个事情，但是我们想知道是在什么地点做，对吧？啊，一般会说啊，我在家看电视，我在电影院看电影啊，没有那个动作去和来，只是说强调一下你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啊。对，或者是你已经在这个地方了，对吧？如果但是这个句子没办法，因为你用的是明年嘛，对吧？对，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不要用这个明年的话，就是我在巴黎旅游，那这个感觉是你已经在巴黎了，你已经在巴黎了。对啊，下一个，我非常饿死了，这个就有点重复了，冗余了，对吧？啊，我很明白学生为什么犯这个错误。那这个死了刚好在那个形容词的后面，所以就可能
很顺的，就对学生来说很顺的，就两边都加上了，然后非常饿死了。对，就是所以你就只能用一个，对吧？我非常饿，或者是我饿死了。对所以但是不要两个都用啊，这样就太多了太多了。就是有另外的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形容词它一般因为在英语，比如说I am hungry， 对吧？然后呢，它就一般的就是直接就是翻译成这个是我是饿死对，我是很饿他有时候会他记了这个很或者我是很好。然后我就说天哪，这个就是也是一个特别常见的一个错误，就是形容词它一般很多人他就是会加上这个是对，所以我就跟他说，我就是说你在用形容词的时候，那你在这种情况你就不能用这个是了就是很非常等等我会强调一下这个。对，该纠正的还是要纠正，因为这种特别容易习惯成自然，就是开始不纠正，后面他觉得好像没问题，后面就一直重复犯这样的错误就是越早纠正越好。好，下一个，我比他中文不好很常见是不是？常见，太常见了。对就是也是大家就是觉得 OK 比较，那我就用比所以就是所有的就不想它的否定句、否定式，直接就是都是 A 比 B 哒这样。我一般会说我中文比他差，那这个形容词的话就是好嘛，它的反义词就是差，所以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没有嘛，没有。对，大家可能只知道比，但是不知道你把比反过来应该是没有没有所以如果他的中文比我好，我可以说我没有他中文好你也可以加一个程度，我没有他中文那么好，如果他中文真的那么厉害，对吧？我没有他中文那么好最后一个终于考试结束了快要结束了这个就跟语法关系小一点，我觉得跟那个表达的自然不自然比较相关我读一下，我喜欢辣，可是我不吃辣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是就是表达没有那么准确不太自然，对吧？你怎么感觉安妮老师？你读的时候，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这怎么改可是我不吃辣的，就是因为我觉得为什么呢？因为学生一直都这么说，导致我们觉得这个都很能接受的，觉得这句话其实比较能接受，但是更精准一点，我觉得会这样。对辣的味道我喜欢辣的味道我觉得是 A1 的学生无可厚非，就是你 HSK1 你说我喜欢辣，但是如果你水平上来了，你就应该更准确的表达，就是提高那个准确度和复杂度，对吧？就是我知道他喜欢辣，说明他可以吃一点辣，但是不能吃太辣的所以也可以说我吃不了太辣的东西，或者我受不了吃太辣的东西，这样会更准确的表达他的那个意思，就不算错误了。对，不算错。但是你知道吗？你这里边说的这个就是能吃辣的，或者是能吃辣或者是比如能喝酒，我觉得这个是我很能喝很能吃对，这个也是不太能吃，对吧？这个人他非常能喝他非常能说非常常用的，对吧？对同意好，以上就是找到的10个常见的问题。如果你们喜欢我跟安妮老师未来做更多这样的视频系列，也一定要留言告诉我们再攒10个对，这里真的是每一个都是非常非常常见的错误，可见你真的是把这些错误都收集起来了。这个是对，我为了而且一定要找你聊，因为我知道你肯定有共鸣所以有共鸣对好，那再次感谢安妮老师，然后拜拜。